Hello，大家好，又到了分享工作流的时间了。这次带来一款叫 ChangeX 的工作流，顾名思义 ，X 表示可以替换任何内容。同时，该工作流可以一次性准确地控制多个区域去产生不同的内容和风格。整体看似复杂，其实操作区只有中间和右下方，其他区块为功能处理及逻辑运算节点。其中中间的2块为主要操作区，负责完成从上传图片到生成图片的大部分设置和操作。先来简单介绍下工作流的结构、使用流程及主要功能。首先上传图片，然后选择你想要重绘的一个或多个区域。工作流会根据选择的内容去分割出对应的区域，然后可以为每个区域单独上传一张参考图片，使用参考图来获取反推提示词以及进行风格迁移，可以更加准确地生成重绘区域内容。在选择区域时，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提供了多种专用模式。专用模式下，工作流会自动调整对应的流程，配合使用提示词进行语义分割，可以快速准确地选取不同的区域进行组合。接下来，根据想要生成的内容，可以分别去设置区域的 IPAdapter 模型、提示词以及 ControlNet 等参数。这次工作流是基于 SDXL 模型搭建的，采用了 BrushNet 加 ControlNet 的方式去还原保留区域。最后，就是利用多次采样的方式去生成细节丰富且融合度高的图片。后续还可以使用 FLUX 模型去进一步提升细节与画质，并最终使用 Supr 进行高清放大。通过设置重绘区域和流程控制节点，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需求。简单的反转重绘区域也能生成更多玩法。当然，少不了的还有生成前景的功能。工作流支持使用3色图进行分区，可以先在 PS 进行创意构图，以及绘制简单的深度图背景，然后上传3色图以及深度图去生成内容，可以更加精准地控制画面构图，从而满足更多使用场景。下面介绍工作流的使用方法及主要控制节点的功能。因为工作流程本质上就是对图片的某一或全部区域进行重绘的过程，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设置重绘区域的范围。首先，上传需要修改的图片，图片下方有2个开关节点，是否使用原图蒙版，打开后，分割区域所使用的蒙版会切换成手动绘制的蒙版。是否忽略背景，意思是当进行区域分割时，会首先排除掉背景元素。语义分割提示词列表里面列出了很多专用模式以及预设的分割提示词。专用模式下，工作流程和普通模式会有所区别，每个区域可以选择不同专用模式，但是不能重复使用同一种专用模式，否则工作逻辑可能会混乱。除专用模式外，还提供了一些预设提示词，方便进行快速分割区域。预设的提示词可以在相关群组里进行编辑。下面提供了快速的自定义提示词节点，不在预设内的提示词可以通过该节点输入。以上的模式以及提示词都是通过最底下的节点进行选择。例如现在输入1，选择了背景专用模式，然后快速运行下分割区域预览，在节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后选择 QSelector Output Nodes， 可以快速运行该节点输出结果所需的流程，而不需要跑完整个工作流。现在已经自动分割出了背景区域，绿色的部分代表需要重绘的区域。输入2表示选择主体重绘模式，工作流会同样根据所选的模式去分割出对应的区域。序号3是换脸模式，使用时需要配合开启换脸群组。第4项是前景模式，前景模式下需要使用 Mask Editor 绘制前景蒙版。在上传图片节点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里选择 Mask Editor。弹出界面后，可以用鼠标在图上进行涂抹。例如，我想在画面上添加一盏落地灯，就用鼠标画出落地灯的大致性状。画好后点击保存。同时，要确保打开下方的使用原图蒙版开关。快速运行预览，就可以看到分割出来的区域正是刚才绘制蒙版的区域。设置好前景区域后，后面再详细介绍前景的生成方法。第5项是整体重绘，其实就跟图生图差不多，但是可以配合其他区域进行多风格融合。剩余的都是普通模式下，通过语义分割节点，按指定的提示词去进行分割。
当预测的提示词里没有想要分割的内容时，可以使用自定义提示词，输入序号16即可。有时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例如选择衣服时，如果背景原有衣服元素，会连带的分割出来。这时可以打开忽略背景开关，这样工作流会首先排除掉背景，然后再进行分割操作。区域预览图下方的节点可以调节区域范围，首先是有个减去区域的开关。例如现在我需要连鞋子一起重绘，可以通过绘制蒙版的方式进行添加。上面的区域反选开关打开了，所以现在是反选模式，点击关闭掉。默认设置下，绘制区域会添加到已有分割区域上。如果把减去区域开关打开，现有区域就会减掉刚才绘制的蒙版区域。例如，我要把后面的多余的衣服范围去掉，用鼠标把多余区域覆盖住，快速运行确认，现在背景衣服部分的区域就删除了。下面两项可以对所选区域进行扩充、缩减以及边缘模糊。现在先选回背景模式，然后拉到右边群组，这边是对应区域的参考图设置。和前面一样，参考图也可以使用蒙版绘制以及提示词的方式去分割出需要参考的区域。例如需要上传衣服参考图时，可能只能找到服装模特的图片。这时使用提示词分割区域，就可以把衣服部分提取出来作为参考图，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干扰元素。同样换发型时，也可以单独把头发提取出来。有时语义分割并不100%准确，可以尝试使用意思接近的词汇进行替换。现在需要换背景，换回背景参考图。工作流可以支持多个区域同时重绘，可以通过右侧的群组开关节点去开启。其他区域的设置基本一致。这里左侧上传图片的节点只是用来获取蒙版，所以现在显示的图片可以忽略。快速运行重绘预览确认图片。可以看到，现在预览图显示的还是区域1上传的图片，但是分割区域时用了区域2绘制的蒙版。当然，也可以改回目标图片，方便后续添加自定义蒙版。分割区域方法和区域一样，例如我还想把服装换了，选择序号8。快速运行，对重绘区域进行确认。现在背景上的衣服需要去掉，打开忽略背景开关。再次快速运行进行确认。OK， 没问题。接着同样是上传衣服的参考图，方法都是一样的。选择衣服的序号进行区域分割。快速运行预览确认，因为设置的节点比较多，养成确认的良好习惯可以减少意外发生。来到右侧的群组开关，先不开启区域3，把相关群组全部关闭。看下这一列的节点，首先是加载 Checkpoint 模型。测试使用的是这款 Realvisoft 40的 Lightning 模型，适合生成写实风格图片。下面是 LoRa 节点，配合使用 LoRa 有助于生成风格鲜明统一的图片。再往下是区域群组开关以及部分功能群组开关，常用的就是对区域群组进行关闭和开启。其他的是 ControlNet 相关控制群组，一般不需要动。设置好区域以及参考图后，下一步就是对参考图使用的 AppAdapter 模型进行设置。左侧提供了模型以及权重变化方式列表，方便对照使用。每个区域都可以设置不同模型、权重强度以及变化方式。背景使用 VITG 模型相对来说结合度好一些，但不是绝对，跑图时可以多尝试不同的设置。区域2同样对应生成内容进行设置，这里现在就先不动了。注意的是，同时使用多个 EPA 时会占用大量显存，实测时4090显卡在使用超过2个 EPA 模型就会爆显存。如果是3个区域同时重绘，建议其中一个关闭 IPA 风格迁移，仅用提示词去生成内容。关闭方法一是关闭区域开关节点里所有带有参考图字眼的群组，这时就不再需要参考图了，只能另外输入提示词去生成区域内容。又或者通过左上方的模型开关节点快速关闭风格迁移功能，这时参考图可以用来生成反推词，但不会发挥风格迁移作用。接下来是提示词部分，首先是全局提示词及风格设置。
上面两个输入框为正向提示词，第一个输入对画面内容的描述，第二个是补充描述，包括风格、光影、细节、色调等等。第三个则是反向提示词输入框，下方还可以选择预设的风格类型。右侧有一列区域提示词及 ControlNet 控制群组。文本框可以输入对应区域内容的提示词，当打开自动反推词开关后，工作流会根据上传的区域参考图去生成反推提示词。反推提示词内容可以在界面下方的群组里进行查看。如果反推词描述不准确，可以拷贝到区域提示词输入框内再进行修改。下方的 CN 区域强度控制是调节 ControlNet 模型对区域的影响力。在操作区的左下方可以看到两个图片预览节点，第一个是显示的是 CN 区域强度。这张图展示了现在 ControlNet 对每个区域影响力的强弱。越亮的区域影响力越强，反之，越暗的区域影响力越弱。快速运行右边的预处理图预览节点。这里出现了所使用的 ControlNet 模型对应的预处理图片。结合两边节点，可以直观地看到 CN 模型如何作用于生成的图片上。例如 LineNut 模型是通过线条去引导内容生成，现在只有人物部分有明显的线条。对照左侧强度分布图，人物的头、手脚以及椅子这几个需要还原的部分强度最大，所以 LineNut 模型对这几部分的影响力最大。相对的，对依附部分的影响力就小得多。再来看看深度图部分，同样的，需要还原的部分影响力最大，依附部分最小，对背景的影响不大不小。对于背景区域，现在只有深度图具有影响力，那就说明可以通过调整深度图去影响背景构图了。群组右侧可以快速预览对应的区域图，方便对照着去修改提示词以及调整 CN 强度。由于深度图是影响背景生成的重要因素，优化深度图可以提升画面构图以及主体与背景的融合度。在深度图设置群组提供了多种深度图类型选择以及调节节点。先来看看通过节点去生成深度图，通过拖动最右侧节点上的箭头，可以简单快速生成渐变背景。图片的明暗关系对应着空间深度关系，通过改变背景图，可以改变主体与背景的空间关系。下面的节点可以调节主体与背景的亮度，如果有前景，还可以调节前景亮度和透明度以及边缘模糊。左上方的节点可以选择深度图类型，包括原图、参考图都可以作为深度图背景使用。自定义深度图除了使用节点去生成，也可以使用 PS 绘制后上传到工作流使用。当原图带背景时，可以直接使用原本的深度图去生成图片，融图效果也相对较好。缺点是构图会受到原图的影响。也可以选择使用参考图作为深度图背景，前提是参考图的构图适合放置主体，然后通过调节明亮度来统一深度关系。现在先使用原图深度图去生成。刷新预处理图，可以看到深度图已经改变了。调节下 CN 强度，先不用设置太高，给予一定的自由度。下一步是基础设置以及流程控制。初始采样时对显存的使用较多，所以分辨率不要设置太高。第一次采样获取初步图片效果后，再经过前空间放大以及多次采样生成最终的图片。这里可以设置生成图片的分辨率。下面生成图片数量，这里提供了跑图流程开关，优移代表优先级为1，也就是首先运行的流程，后面流程以此类推。生成图片时，可以只开启首次采样流程，当生成图片的构图或效果还不错时，再开启并运行后续流程，这样能节省时间并提高效率。人物换脸流程，当需要进行换脸时再开启。生成满意的图片后，还可以利用高清放大获得分辨率更高、细节更丰富的图片。开启后，可以在最右侧的操作卡片进行设置以及查看生成结果。移动到右侧看看，首次采样使用了 BrushNet 加 ControlNet 的方式来还原保留区域。BrushNet 本身具有很好的还原能力，特别是低强度时，保留部分也不会产生过多变形。配合 ControlNet 使用，能尽量维持外形的同时，生成自然的光影以及色调。回贴还原，
顾名思义是把原图保留部分粘贴回生成的图片上，这样能保证图片细节100%一致。而且工作流还提供了色彩修正功能，能使回贴后的色调与生成的背景保持一致。然后是种子节点以及下面的换脸重绘强度调节。先来看看第一次采样的效果。前面设置的背景以及人物的衣服区域都进行了重新绘制，而且融合度也都不错。椅脚和鞋与地面接触的部分的光影也很自然，不过椅子后脚还是有点问题。第一次采样只是生成一个初步画面效果，如果生成内容、构图、色彩等没问题的话，就可以进行后续流程。二次采样前，先看下相关设置节点，因为已经生成大致的画面，所以后续的采样仅使用了 CtrlNet 进行保留区域还原，主要作用是尽可能维持保留区域外形，提高回贴时的融合度。构图的一致性控制节点作用是控制2、3次采样与首次采样生成图片整体的相似度。同样，后续采样有单独的种子节点，方便进行抽卡式微调。与首次采样不同，后续采样可以设置重绘程度，程度越大，画面变化越大，同时也能提升细节和画质。程度越小，更容易维持画面的一致性。配合 CN 构图一致性调节节点使用，可以在高重绘度的同时来维持画面的一致性。现在继续运行后续的工作流。可以看到，两次采样的一致性很高，同时二次采样生成的细节更加丰富，画面也更加细腻。但是现在保留区域有明显的重绘，需要使用回贴的方式进一步还原，把回贴度拉满。回贴后，人物面部、手部、脚和鞋这些保留的部分都完美的还原了。现在衣服的款式和颜色与参考图的不太像。打开自动反推词开关来获取衣服部分的提示词，点击运行。现在接近了，由于参考图用的是一款连体裙，对于现在的人物姿势换上去还是比较困难的。换套黄色西装试试。现在变成了连体工装服的效果，因为衣服区域受到 CN 控制影响，所以对款式会有所限制。先调低一些 CN 区域强度，减少 CN 对衣服部分的控制。变化大一些了。换下种子看看，感觉差不多。优化下提示词，提高引导的准确性。另外，可以增加裤子边缘的区域，减少边缘限制。CN 控制强度可以再减弱些。调整设置后，变化更丰富了，只是露腿不大好看。增加蓝色牛仔裤的提示词，感觉鞋子也不行，干脆一起重绘了，在区域2里面补上鞋子部分。在提示词添加商务西装、白色运动鞋的描述。通过风格迁移、CN 控制以及提示词三者配合，可以比较准确的去生成想要的内容。现在还有个问题，人物的手部颜色不对，而且模糊不清。工作流集成了 FLUX 模块，可以对图片进行局部修复。把刚刚生成的图片保存后上传到群组里。首先使用 Mask Editor 在图片上涂抹出手部区域的蒙版，然后修改提示词，例如女孩的双手握着手机。重绘值设置高一些，先运行看看效果。加在 FLUX 使用的模型需要点时间，耐心等待一下。可以看到，重绘效果还是不错的，只是手部形态发生了改变。如果希望还原原本的手部形态，可以尝试降低重绘程度。当重绘程度较低时，坏片率会提高，例如现在手指重叠部分就很奇怪。切换成随机生成种子模式，多抽几次看看，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下重绘程度值，直到满意为止。比起之前的模型 ，FLUX 抽卡效率还是很高的。现在手部的修复效果还不错，而且也能和之前的形态保持一致。除了使用 FLUX 修手外，最近也把 FLUX 模块合并到了讨图流程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多了 FLUX 群组开关，
当前面流程已经生成不错的图片后，打开 FLUX 功能开关，可以进一步提升细节和画面质感，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最后还可以进行高清放大来获取分辨率更高的图片。像这样，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我使用2次采样已经完成了换背景。接着打开 FLUX 的群组开关，然后继续运行工作流，就可以对图片进一步优化。经过 FLUX 优化后的图片背景更加细腻以及有序。当原图画质不好时，也可以对主体人物起到修图的效果。在操作卡片的下方，可以分别对保留以及分割区域的重绘强度进行设置。例如，现在保留区重绘强度小，分割区域则设置了较高的重绘，就能实现减量不改变保留区域图像的同时，对重绘区域进行优化。接下来演示列表中其他模式的玩法和技巧。首先用区域1来给人物换个背景，然后再使用区域2同时进行换脸。在区域2里选择3号的换脸专用模式，快速预览一下。可以看到，当前面部检测出来的区域有点奇怪。使用 Mask Editor 把脖子部分补充一下。选择一张面部参考图。人物换脸直接使用原图，不必把面部分割出来。下一步同样是对 IPA、提示词以及 CN 进行设置。IPAdapter 不用调整，提示词需要改一下。描述内容简洁明确就可以。因为是生成写实风格，风格改成模拟胶片。区域提示词先使用自动反推就可以。检查下深度图群组，选择使用原图深度图，然后开始生成。现在人物的脸部换了，但和参考图差得有点远，这个一会儿再处理。另外脖子衔接的地方、镜子边缘等等与有问题，这是因为回贴还原的关系。在操作区右侧的群组可以对回贴还原进行设置，缩小下回贴的区域以及增加些边缘模糊。当生成的图片与原图色调差异较大时，可以通过调节蒙版的方式来优化边缘过渡。OK， 现在看起来就自然多了。画面没问题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打开人物换脸流程开关，然后继续运行工作流。这样就完成了换脸，不过现在眼睛方向有点奇怪。通过点击开关右侧小箭头，可以快速跳转到换脸群组所在的位置。这里分别是面部的正向以及反向提示词输入框，下面节点可以调节面部重绘区域的范围。打开右侧的群组，可以开启表情控制。使用控制节点，可以快速的改变人物的头部方向、眼睛方向以及面部表情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表情控制后会导致面部细节丢失。对比前后图片，面部以及周围头发细节都损失了不少。所以最好还是能通过模型、提示词等其他手段来控制表情。接下来演示下前景功能，输入4使用前景专用模式。先使用 Mask Editor 绘制想要生成的前景。我想生成些花花草草在小猫前面，依照想象的外观轮廓来画出大概的区域。记得开启使用原图蒙版，接着快速预览确认。上传花草的前景参考图，像这样的没太多干扰元素的，直接使用原图即可。然后看下 IPA 以及 CN 设置是否符合。提示词不太对，把描述修改成小猫站在街上，面前长了些花花草草。由于前景主要受到深度图影响，所以需要在深度图群组看看需不需要优化。
现在看到前景的颜色明显不正确的，因为前景更靠前，所以应该比主体更亮些。调整下主体亮度，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其他设置大致都没问题了，先跑下图。现在小猫前面生成了类似参考图的花草，区域轮廓与绘制的蒙版也大致相同，只是看起来与整体画面的结合还比较生硬。调低区域的 CN 控制，减少前景受深度图的影响，提高自由度。现在感觉效果好些了，特别是边缘没有那么实了。多增加些重绘，可以同时提高自由度以及提升画面细节。现在花朵形态好多了，虽然胸前那朵缺少了花茎，没关系，后面可以换换种子。如果连同背景一起生成的话，效果会更好。接下来试试用区域1生成背景，同时用区域2去生成前景。重新设置下2个区域的内容。在区域2重新绘制下花草的蒙版。分割类型设置为前景专用模式，以及上传前景参考图。EPA 设置跟前面一样就行。因为背景改变了，提示词也优化下。背景 CN 控制不用太高，前景的控制可以多给点。从强度图可以直观看到区域 CN 强度的变化，对比两边图片，除去主体，深度图对前景的影响力更大些。放大看前景的边缘出现了明显的线条，可能会对生成的画面造成约束。来到区域设置，发现这里面增加了区域扩充和边缘模糊。把模糊去掉，区域扩充2个像素就行。现在没问题了，跑下图看看。同时生成前景和背景的效果看起来更好，是因为前景受保留区域的约束更小。使用自定义深度图，并通过调整让前景与地面接触部分亮度一致，可以更好提高熔图效果。选择主体重绘模式，可以轻松改变画面中的人物、动物以及物品。对主体进行重绘时，最好适当的扩充下区域以及增加些模糊，这样能避免边缘没有被覆盖住，同时可以提升过渡效果。现在要把刚才画面中的小猫换成这只可爱的小狗。检查下提示词以及其他设置，没问题就可以生成了。区域可以任意使用，不必按顺序开启，像现在就直接使用了区域2。轻松的就把小猫换成了小狗，这个功能比较简单，就不多说了。这里输入5可以进行整图重绘，也就是图生图。通过区域预览，可以看到现在分割出来的区域其实就是整张图片。上传一张插画风格的参考图，现在我希望用原图生成类似这样风格的图片。接着需要把写实风格 Laura 去掉，然后看下现在的模型是否能生成我想要的效果。App Adapter 设置可以先不用调整。快速运行 CN 控制部分的预览图。由于没有分割区域，所以强度只显示出了纯色图。深度图方面，背景看着有点问题，去调整下。调低背景亮度，拉开背景与主体的深度距离。由于没有需要保留的区域，所以保留区域相关设置其实都已经失效了，全部归零吧，看起来更清晰些。同样的，需要修改下提示词，使用正确的描述。区域强度设置高些，可以让构图更贴近原图。重绘后的人物和背景轻松就变成了插画风格了。减少后续采样重绘程度，可以减少2次采样图片的差异。我想保留原图人物的太阳眼镜。进一步优化下，可以提高太阳眼镜提示词的权重。把风格改成3D 渲染的，看下会不会更有插画的感觉。另外看下 CN 预处理图片，
如果不需要高度还原构图的话，可以关闭部分 CN 控制节点来给模型更大的发挥空间。效果还不错，生成了我想要的眼镜，插画风格以及画面质感体现的也很到位。使用更有针对性的大模型能更好的提升效果。另外，3D 人物体积感太强了，试试改成动漫风格的。重新生成的图片感觉这颜色饱和度太高了，估计是采样设置有问题。查看介绍页面，该模型采样步数建议4步就够了。根据模型建议去调整下采样设置。确实好多了，所以在使用不同的大模型时，需要同步按建议的采样方法去设置下。现在通过减少 CN 控制，可以在不改变画风的情况下产生更多的变化。假如我现在需要保留人脸，然后去改变整个画风呢？同样没问题，下面就演示下用脸去生成图片。现在脸部没有抠完整，需要稍微补充下。快速预览确认，发现出问题了，原来是打开了使用蒙版减去区域的开关，把它关闭掉，再次确认。现在打开区域反选开关，使用面部以外的区域来进行重绘。这里我使用了一张城市街道拍摄的美女照片作为参考图，身上穿着卡其色的连衣裙。之前已经跑过一遍整图重绘的流程，所以也不需要调整设置。这是之前跑图的效果，风格改变的同时，面部也发生了改变。现在重新生成图片，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是不是很有意思？把面部还原后，就像是同一个人换了套衣服，然后去了另一个地方摆着一样的 pose。仔细查看，发现面部边缘稍微有点变形，而且肤色饱和度也过高，和整体色调不一致。对于变形的问题，首先加强下 BrushNet 对边缘的还原，同时也提高下2次采样 ControlNet 的对于保留区的还原强度。再次运行看下。现在面部边缘的轮廓改善了不少，和原图更接近了，但还是有些轻微的变形。移动到操作区的右侧，这里可以对2次采样以及回贴的效果进行对比，同时可以分别对采样以及回贴时使用的保留区域蒙版进行微调，也包含了色彩修正、颜色调节等功能。回贴还原原理是利用蒙版把原图保留部分抠出来，然后再贴回生成的图片上。左侧的控制节点可以调节蒙版范围以及模糊程度。现在全部归零，看看效果。不进行边缘过度处理的话，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不过能完全覆盖的话，也说明生成图片的脸型和原图基本一致。当然，还有进一步控制脸型的方法。扩大 BrushNet 保留去蒙版范围，稍微扩大一些就可以。扩大范围后，面部边缘就露出来了。如果不露出来，去噪时就容易给你填补些内容。这也是脸生图时容易造成面部变形的原因。因为回贴的部分挡住了，看不到生成的脸型是否一致。重新给回贴的蒙版加上过渡设置，收缩下蒙版范围，增加边缘的模糊。快速预览一下，收缩范围可以再大些。OK， 现在看着就差不多了。可以看到，现在脸型几乎是一样的了。打开下方的调色节点，现在面部颜色饱和度过高，和整体色调不一致，适当的降低饱和度以及调节亮度及色彩。现在经过调整，看起来色调更加统一。接下来只需在现有的基础上简单换张参考图，瞬间就换了个画风。使用同样的设置，
换个人物也能实现一样的效果。你看，就是这么简单。下面演示下为产品生成背景、前景以及利用3色图进行分区。一般单独的产品图都不适合直接用来换背景，所以需要先抠出来。在工作流里面有个预处理群组，可以获取主体部分的抠图，点鼠标右键拷贝下。然后在 PS 里面先把产品放到参考图上面，这样可以有个大致的位置和大小关系。对好位置和大小后，把产品图和背景图分别导出。导入修改后的产品图片以及参考图，并选择换背景模式。到深度图编辑群组里快速预览一下，这里出现了前景画面，是因为之前使用了区域2去生成前景。先选择使用参考图去生成深度图背景，接着打开参考图群组。这里可以选择使用指定区域的参考图来生成深度图背景，快速预览进行确认。接着关闭区域2的相关群组，现在先使用一个区域来生成背景。再次确认深度图。现在主体所处的深度位置过于靠前了，需要调整一下主体明亮度。调低亮度，直到主体颜色与基座颜色接近就可以。下面来设置 IPA 模型，现在使用了 VIT-G 模型，权重方式使用了风格与构图，可以不用修改。修改下全局提示词，使用自然语言对场景进行大致的描述。同时拷贝到区域提示词里，只需把主体部分的描述删除即可。已经输入了提示词，就不需要生成自动反推词了。另外，我希望场景有点像是 3D 渲染出来的风格，现在已选的风格是符合的。查看基础设置，现在流程会进行2次采样，然后生成图片，并且生成后会进行回贴还原。2次采样的设置的构图一致性和重绘程度较高，先这样跑一遍看看。这样就根据参考图生成了像渲染出来的具有丰富细节的写实场景，光影处理以及镜头感都不错。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继续去优化，例如现在展示产品的基座过于复杂了，产品颜色也不一致，可以开启新的区域来为基座部分指定风格以及提示词。除区域以外的区域上传图片节点，如果已经有其他的图片的话，可以先不理会。但是现在需要分割出基座部分的区域，因此需要通过上传图片节点去获取蒙版。选择上传的图片时，还可以使用刚刚生成的图片作为参考。使用鼠标把基座部分涂抹出来，确保使用原图蒙版开关已经打开，然后快速预览确认一遍。这里选择的是前景模式，现在不需要生成前景，把它改成普通模式，随便填一个就可以。因为专用模式的工作逻辑会有所差异。选择基座的参考图，现在我希望生成类似这种粉色的小圆台。同样设置下 IPA 模型，我希望风格尽可能相似，选择 Plus 模型的迁移能力更强。区域提示词使用自动反推即可。CN 区域强度不用太高，给予多一点自由度，暂时也不需要修改。先来跑一遍图。现在虽然有一部分换成了我想要的风格，但是过于写实和复杂了。提高下风格迁移权重，同时切换下种子。好一些了，但是生成的细节过于丰富，特别是基座表面生成了很多颗粒纹理。初始采样的效果相对较好，2次采样基座表面则生成了更多的细纹和颗粒。由于2次采样并没有使用 IPA 模型，所以怀疑可能是受到了 LoRa 模型的影响。同时，还原部分的色彩也不对，因为使用了颜色修正。
颜色修正作用是让保留区域与生成后的画面色调以及明暗度保持一致，有时会导致偏色。把强度设置为0，就可以还原原本色彩。来到 LoRa 模型设置节点，取消使用 Midjourney 风格的 LoRa。重新生成图片后，现在出来的效果没问题了。打开高清放大群组，使用 Super 进行放大，可以获取细节更加丰富及高清的画质。接下来介绍下使用3色图去为产品生成背景以及前景。首先在工作流里面找到抠出来的产品图片，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里选择拷贝图片，然后在 PS 新建个文档，通常文档尺寸就是拷贝的图片尺寸，直接粘贴即可。新建图层，并使用纯正的红、蓝、绿3种颜色来划分区域以及创意构图。这里我使用蓝色代表天空以及远景，红色代表了水面，绿色则是前景。我希望生成饮料罐掉进水里溅起水花，以及水从易拉罐口喷射出来的效果。画好大致的构图后，主体部分不需要重绘，所以使用黑色填充一下，然后导出绘制好的3色图。在区域设置的最下方有个3色分区图的群组，点击右上角图标启用，并上传图片。现在可以通过快速预览来查看分区的效果。当开启3色图分区群组后，各个区域会按照图片对应的蒙版来进行分割。来到区域群组开关，把另外2个区域的功能群组打开。快速运行区域2的预览图，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按照上传的3色图进行了区域分割。对应的分区是生成前景水花的，所以需要改成前景专用模式，把数字改成4。接着上传参考图，因为生成的元素一样，使用和区域1的参考图即可。回到区域1，检查一下设置，这里不用使用背景模式，随便选择一个普通的分割提示词即可。接着看下区域3，这里没有选择专用模式，不需要修改。区域3的参考图使用了一张海边沙滩的风景。需要注意的是，当使用多个区域进行重绘时，尽量减少 IPA 模型的使用，因为在使用4090显卡测试时，同时使用3个 IP Adapter 进行风格迁移，就会因为显存不足而报错。这里把区域3的关闭掉，仅使用参考图来生成提示词。同样，下一步来对 IPA 模型的使用进行设置。现在已有设置，不需要更改。下一步去看看提示词，全局提示词也设置好了。3个区域都开启了自动反推词，然后检查下 C， 按预处理图。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使用多个区域时，可以适当对每个分割区域进行扩充。假如不扩充的话，由于每个分割出来的区域拼接后边缘未必能100%贴合，会导致 CN 的预处理图产生边界线线。现在把扩充设置为0看看。不进行扩充的话，就会像现在这样 ，Inpaint 模型预处理图产生了边界线，边界线会约束画面内容，导致容图效果变差。所以稍微把区域扩充一点点，就可以消除边界线的产生。现在加3个像素就足够了。下一步是调整深度图，现在使用了原本的深度图作为背景。现在前景过亮了，稍微调暗些。设置完成后，就可以运行看看效果了。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生成逼真的场景效果。可以看到，水花和易拉罐的融合，以及水中的倒影生成效果都不错，而且构图上也是与设计的3色图保持一致。进一步优化下，把风格改成模拟胶片。优化全局提示词，使用更加准确的描述。优化后，水花部分看起来更加真实了。不过这次构图有点怪，切换下种子。这次好多了，提示词描述越准确，出来效果越好。可以对比下生成图与原图的细节，完全是100%一致，
而且色调也很自然。把参考图换成黄昏时分的海滩，轻松就能变成另一种感觉。假如是秋天铺满落叶的路面呢？同样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了。这次工作流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增加了不少，也是希望能尽量把话说明白。感谢大家能耐心的看到这里。OK，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了。Changex 工作流提供了体验版，可以免费下载。体验版包含了除分区重绘外的大部分功能。另外，由于工作流比较复杂，对于部署困难的朋友可以使用线上的镜像。镜像链接会放在简介里。打开网站后，未注册的朋友可以用我的邀请码先去注册，这样能获取一定的赠送金额。完成注册后，点击该页面上的立即部署，在右上方按需要选择 GPU 型号，然后点击确认部署，这样就可以新建个 GPU 容器实例来运行 ComfyUI 了。初次部署可能会花点时间，当显示开机后，稍微等一阵子，点击右边的 WebUI 按钮来打开 ComfyUI， 点击左上角按钮，会出现已保存的工作流列表，找到所需的工作流打开即可使用。需要完整版本的朋友可以通过简介里的方法获取，有定制化或其他需求的朋友也欢迎来联系我。最后，如果觉得视频和工作流对你有帮助，请多多支持，谢谢。